一個寧波來的銀行職員，做成了世界上船最多的人。西方的雜誌叫他海上之王。大家好，我們想做一件事，把過去100多年裡那些走得最遠的華人家族重新講一遍，他們的遷徙，他們的規矩，他們的判斷，他們的代價。不為別的，這些故事是寫給所有華人的。一個人為什麼要給自己留退路？這一集我們講包玉剛家族的故事。1955年，香港的碼頭邊停着一艘開了27年的舊船，燒煤的，鏽得厲害。有人花錢把它重新漆了一遍，在船身上寫了3個字：金安號。買下它的人37歲，做了大半輩子銀行，沒跑過一天船，親戚都說他瘋了。後來30年裡，他成了世界上船最多的人，但他真正想要的從來不是船。他叫包玉剛，1918年生在寧波鎮海的中包村，那是包拯後人聚居的地方。10幾歲離開寧波，到上海進了銀行，一路做到一家銀行的副總經理。那年他28歲。他是個一輩子跟錢、跟風險打交道的人。1949年，他離開上海，去了香港。全家帶走的是2萬塊港幣。一家人擠在一層租來的小樓裡，一廳4室。到香港做點小生意，攢下一點錢。身邊人都勸他買地、買樓。香港的地址會越來越貴，他沒聽。在上海那些年，他看過太多家業，說沒就沒，一樣也帶不走。那以後，他買東西先看一樣，能不能帶走。他想要的是一種隨時能走的東西，搬得動的資產。在那個剛落腳，隨時可能再走的處境裡，船就是他能想到的那條路。樓搬不走，船能走。今天在香港，明天就能在世界任何一個港口。I looked around the port facility and see so many ships and loading discharge. So I made mine. I go shipping. I asked my father to get permission to start shipping, and he was very much against. He thinks shipping business it's a fairly dangerous business. He said, you have no knowledge about shipping, and you may lose your shirt. But I strongly believe, I think shipping is a kind of business I should go in that time. 1955年，他和父親、弟弟還有幾個朋友湊錢買下了金安。那時候做航運的人
都做短租，跑一趟結一趟賬。運價漲的時候賺得最快，他偏不，他把船3年、5年、10年的租出去，租金壓得低，但是穩。有人笑他，一個銀行出身的不懂這行。他解釋過自己的算盤，許多船的薄利終究勝過一次豪賭。第2年，蘇伊士運河關了，運價暴漲，做短租的船東賺翻了。他們趁着高價拼命買船、造船、賭運價，一直高下去。他那些簽了長約的船照舊跑，照舊收那點低租金。他沒賺到這一波最快的錢。可幾年後運河重開，船太多，運價掉了下來。那些追高買船的養不起又賣不掉，一個個栽了。他靠那點低租金照舊月月進賬，反倒1年比1年穩。賭了一把的人輸了，沒賭的那個留了下來。之後20年，船越來越多，200多條。1971年，他坐進了匯豐銀行的董事會，那家英國人的銀行，他是第一個進去的華人。到1979年，他手上的船隊比一些國家的整支商船加起來還大。西方的雜誌把他放上封面，叫他海上之王。一個寧波來的銀行職員，做成了世界上船最多的人。就在最高的地方，他開始賣船。身邊的人提醒他，海運要變天了，船太多，貨太少，他信了。這一次，船不再是那條能走的路了。200多條船，反而成了最重、最難脫手的一個包袱。當年他買船，是因為船能走；如今他賣船，也是因為他要走。3年裡，他賣掉了一半，還清了債，手裡攢下現金。他要把錢從風浪最大的地方挪到風浪小一點的地方。他看中一家公司，叫九龍倉，手裡全是香港的碼頭、倉庫和樓。這一回，他不再要能走的，他要踩得穩的。處境變了，他要的那條退路也跟着變了。另一家老牌洋行也要這家公司，兩邊抬價，一天高過一天。1980年6月1個星期五，價錢被抬到了頂。那時他人在國外，下周本來要見一國元首，他推掉行程，連夜趕回香港。2-3天裡，他調動了超過20億港元現金。九龍倉歸了他。做了半輩子海上的生意，他把一隻腳穩穩踩回了陸地。海上一個籃子，路上一個籃子，
1986年，他68歲。他沒有等到自己走的那天，趁着人還清醒，他把一輩子掙下的家業拆開了。包玉剛沒有兒子，他有4個女兒。他把家業分成4份，按4個女婿各自的長處。大女兒一家分到海上的航運，2女兒一家分到陸上的地產、九龍倉和會德豐，3女兒一家分到在日本的生意，小女兒一家分到基金和現金。他還立了規矩，錢歸女兒，生意交給女婿打理。他設了5個家族信託，中間1個是整個家族的底，另外4個一家1個，各管各的，就像把一支船隊拆成幾條獨立的船，各走各的航線。他給每個女兒都寫過同一副字：持恆健身，勤儉建業。他從來沒有做過船業，他也沒這麼多錢去買一個新的船，所以那個時候買2手船，也比較小的一條船，這個是風險特別的大。他就生活非常有規律，他也沒什麼嗜好。有些船東是收藏這個瓷器，他常常說，我收藏的又臭又大，但是會賺錢的。英語都是他寫的 she， 就是女性的。他常常從小培養我們是，他說有一天我希望就回寧波去住，他是有這麼樣的一個願望。晚年，他常回內地，也參與了香港回歸前的一些事務。他把一部分錢投回了出生的地方，在寧波捐資辦起了寧波大學。那條叫金安的舊船早就不在了。包玉剛也走了30多年，一個家怎麼才能走得久？這道題他用一輩子在答。後來一代一代的華人也還在各自作答。